时光，好像一家人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嗯。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常常会跑出一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要陪我？Kelly and Kell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 and K chat time. 哎，你再高一点好不好？我在高，因为好矮，我已经很高了欸。你看我们对不起，没有，可是问题是现在我很高了欸，除非我要靠很近，像这种近的，后退一点呢？后退一点，后退更高。但很低啊，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是最高了。你椅子是最高了，对啊，然后我椅子是最低。好，anyway，那这样，酝酿一下，我先深呼吸。好，直接开始哦，是不是？对啊，你直接开始。Hello，Hello，Cody。嗨，咖啡。嗯，你怎么啦？怎么知道吗？啦？其实你知道，我很常听到别人都会对我的评价都是觉得说，就是我很独立，然后嗯一个人，比如说你看我20几岁大学毕业搬去巴黎，然后我自己去独旅这些什么去墨西哥、秘鲁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见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恐惧。你知道，嗯。小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一直在跟我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重不重要。哦，我记得你说过你从小父母离异，对不对？然嗯。后我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就是单亲家庭或是隔代教养的小孩，看起来好像都很独立，然后很懂事。然后如果今天你也有这个感觉的话，就陪着我们一起聊下去，因为今天 Kitty 可以分享一些她的心里的感触。对，因为我们这一集要聊一些，大概我花了十几年以上才理解的一些真相。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应该会很多人都被戳到心了。然后我们就来聊聊那个原生家庭。对，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比较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其实就是你刚刚提到，我其实是单亲家庭，然后嗯加上隔代教养，两个嗯。都加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家庭背景长大的小孩，我觉得心里面其实都有蛮多的疑惑，就是有很多问号。就是你小时候可能懵懵懂懂，然后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剖析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的时候，你真正长大之后，你有一些感受其实一直在心里其实是蛮深刻的。那没错。我觉得应该会很多人都会想要问说，就是单亲啊、隔代教养啊，或是一般家庭到底差在哪里？那我觉得最哦，大的差别，感觉不是形式啊，就是那个就是小孩内心里面的那种被爱的确定感。对，因为我觉得单亲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少了一个大人，一定是嗯有一面的家长是缺席的，叫单亲。但我觉得嗯隔代教养比较像是，其实你家里是一直都有大人在的，可是嗯。你懂吗？那种其实没有人真的在乎你，然后没有人把你放在他的心上，就是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理解吗？嗯，所以这两种情况好像都会让小朋友就是陷入一种很深的困惑，就是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大人嗯。才会真正留在我身边？就那种不确定感，也不是很孤单，但是就是一种你永远不知道说你到底可以依赖谁嗯。的那种感受，对对。不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先来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个人的背景的一些，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啦。好啊，就是哦，好。因为我们刚刚是说，其实我大概2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所以我就是单亲，但是我是归于给爸爸这里。Anyway，我就是跟爸爸还有阿公阿嬷还有姐姐住在一起，所以其实但是呢，虽然说住在一起，可是爸爸基本上都是缺席的状态，你知道，都天亮嗯，才回家的的这种类型。工作吗？当然不是喽，完了完了，你知道，所以其实我的主要照顾者就是爷爷奶奶了，因为爸爸嗯就是你知道你要去上课，爸爸才这样嗯醉醺醺的回来，对，，OK。所以其实基本上家里永远都是有大人在，就是阿公阿妈会在，但嗯是我自己我好像觉得我不太重要，小时候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蛮模糊的，因为我嗯。小时候感到的困惑大概是那种好像没有人把我放在心上。你知道吗？因为哦。现在我们有小孩之后，我们知道那种陪伴小孩今天过得好吗？这种我是完全都是没有的。
就是那个情绪没有被接住，因为我觉得阿公阿嬷就是我们客家人我们叫阿婆，就阿公阿婆他们这种对照顾的定义，其实都是基于生存，你只要好好的活着，我就对你有照顾了。但是对于现在的我们对那个陪伴的认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因为所谓你说的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属于，哎，有没有吃饱？哦，吃饱了吗？啊，该去睡了哦，好像就这嗯样活着，你知道，就是活着嗯就好了，没有其他的要求。但因为我记嗯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就是像长大一点，你会去同学家玩，我就嗯，很羡慕。可是那个时候你还不太搞不清楚自己内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我会就那个觉得说，羡慕的点到底是什么，你不是对对对，抓得很清楚。对，我甚至还没有办法定义说是羡慕，是我喜欢，就是别人一家人一起吃饭，就这么哦简单的事情，或者是我跟朋友回到家里面，说妈妈我带同学回来哦，然后妈妈就会说哦电锅里面有饭啊，要不要妈妈热来给你吃？这种哦事情，他们的跟爸妈的互动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然后我内心就会觉得好像很喜欢很向往。然后嗯。比如说我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很不自觉，我都会被这种家庭生活这些场景吸引到。然后甚至我朋友只是可以直呼妈妈的名讳，我都觉得啊，跟妈妈感情很好，你知道哦，吗？直呼妈妈名讳，哦，是那个他说什么比较柔软的那个口气吧，应该不是那种柔软那个妈妈撒娇的那一种，很可对，爱，其实可爱的。然后或者嗯是那种他们一家人一起逛卖场，一家人一嗯起逛超市这种时光，好像一家人在一起，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嗯，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常常会跑出一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要陪我？因为你知道我哇，就是一个人，你知道，嗯，有吃饭就好，所以我觉得没有人要陪我这种感觉，就是一直陪伴我长大，光听就觉得很心疼，好哭了。很心疼那个小孩，对啊，对对对，嗯所以我自己是后来才发现，我最深的记忆其实已经不是孤单了，因为孤单只是没有人陪而已嘛，你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已经不是没有伴，而是那种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不嗯是被需要的，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依赖任何人的那一嗯种不确定感。你知道嗯吗？真正让我感觉到心里很痛很痛的是，这种不确定，就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任何一个人放在心上。因为其实我常常是被哦忘记的，就是我起哦床家里是，可能他们该干嘛都干嘛，我自己嗯，一个人这很无助，你知道吗？那我也哇，不确定，对这个家到底有没有我的位置，我会被忘记到那种幼稚园娃娃车来接你了。嗯哎，我自己一个人被忘记，就是打不开那个门，然后就是很无助，你知道，一个，然后肚子又哇，很饿，对，嗯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确定说，如果哪一天我表现出那种我好像我有需要，我对这些事情有需求，或是我需要有人陪，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离开我、欸。哦，那个你知道，真的是蛮深对的一个那个结在心里耶，就是好对，因像为我觉得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小的房间，应该说那个心里的小小的房间里面。而且对，而且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感其实是比孤单还要可怕很多欸。不是嗯，因为孤单就是对你懂吗？因为这种不确定会让你永远永远都不敢，你不敢伸手，就是因为你怕请别人会别人帮忙。松开手，所以你不敢伸出手。我根本对那你握，对对对，我害然后怕。如果某个人握住你的手的时候，你更害怕放开他。对，或是我害怕被丢下，我觉得这对，种，哎，嗯全部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嗯你知道这个让我又想到，我大概就长大之后，就是在恋爱关系，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年长我比较多岁，10岁以上。他嗯说："我看到你在那个最深的那个，你知道无底洞的深渊，我放了嗯一条绳子下去给你，我很想要嗯拉你上来，可嗯，是你都说你不需要，你就是不抓住那个绳子。"哇，我现在突然哦。想到，我觉得好像这息息相关，一直跟着我，我根本就不敢求救，我也不敢因为需就是你，要别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怕抓住那个绳子，那如果对方松手，你又回到那个，你害怕那个被遗忘或是被丢下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也害怕说你今天那个希望其实会突然不见。对，嗯然后对，而且你还会去害怕，甚至连抓这个绳子我都不确定。哎，这是别人真的要帮我吗？真的是给我的吗？这哎嗯很多，因为我其实自己觉得，那又提到就是隔代教养的小孩，或者是说单亲，我觉得真的是会蛮早熟的，因为你知道这种
别人觉得你很乖的这个乖，你懂吗？它不是那种字面上的乖。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绳子的事，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麻烦别人。我就会觉得哇，我很快就是很会察言观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单亲家庭的嗯小孩，因为我每天都在察言看，就是观察他们的情绪跟喜怒哀乐，嗯所以其实我很快就会观察到大人的情绪。他今天一走进来，我就知道他开心还是不开心。我今嗯，天就是会过一个怎样的日子，我都是可以立刻发现。所以时间长了，反而我变成我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你懂吗？因就是为你会那种那种很对于别人情绪的敏感，就是好像会让你变得更，别人会觉得你好像很成熟，你懂事，你不会惹麻烦，你就是个很乖的孩子。然对。后其实基本上都是你对于保护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是你的懂事其实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这样。没错，所以我觉得，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好像根本就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位置，我也嗯，没有权利，还是没有资格让别人来照顾我。所以就哦，像你说，我觉得看起来很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我的成熟啊、稳定啊、懂事啊，我觉得其实都只是武装自己那个内在，你知道有一块可能我很久都没有想要去触碰的地方，那只是武嗯。装自己。那你对于这样子，你长大之后，你觉得反过来看这小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或感受可以分享吗？有，我觉得当然我花了可以说是一辈子的时间在摸索，到嗯觉察，到可能到今天早上我都还可以觉察出一件跟原生家庭有关的事情议题出来。但嗯是我觉得长大，我觉得我会慢慢理解到，就是第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不是不爱我的，只是嗯他们没有能力去爱你爱的，就是所谓的很完整的爱，他们是没有办法给你，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嗯们的时代背景，你懂吗？那个环嗯境，他们能给的就只有那一些啊，很嗯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不是完美的父母。那也许嗯我也不是这么完美的小孩，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别人的错。就是那个时候嗯，的资讯，你知道，又没有像我们现在有智慧型手机，Google 一对，下要怎么处理情绪，没有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能给的爱就是蛮有限，就是有限的，但是他真的不是也许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只能给这么多，我常常会觉得他们其实就缺乏一还是他些们更爱他们自己。我觉得我妈妈确实是比较爱自己，但我觉得也没有错，因为现在我也很爱我自己。Anyway，是小时嗯候会，你知道角色对调了。那我嗯第二个，我感觉到说是对于这种社会上面跟人际关系，甚至内嗯心你会感觉到你的早熟，其实你会跟嗯同龄年是有距离的。你会常常在那边觉得，哎，就是我笑他人看不穿，你知道吗？他人笑我嗯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嗯种感觉，我会嗯，觉得说，啊，就你们到底在干嘛？很幼稚什么。哦，就就是就是你看起来蛮成熟，但就是就是你一边内心小孩其实一边在忍着那个痛苦的感觉，然后一边自己长大的那种结果。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我的那种早熟，你知道吗？是环境使然，不是说我自己天生的早熟。我是在嗯这种受伤、不断受伤、不断受伤、不断受伤，逼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成熟。其实我也想要哦当一个孩子，我也想要任性，可是我没有办法啊，哦，我根本不被允许，你懂吗？嗯嗯，了解，你刚刚突然站起来了，你要去哪里？不太沉重了，你要是不是给我逃走。不是，我们后面对。我刚刚听到有人经过。好，那我觉得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是第三点是我花了最久才理解的，就是我是值得被爱的这件事情。我要哭了，嗯就是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因为我要很乖，或者是说我很懂事，甚至是说我不去麻烦别人，或是我很嗯能够扛下所有的事情，也不是说我生来就很懂得照顾别人，嗯全部的这些外在因素都不重要，全部都撇除掉，我应该要去觉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就值得被爱。嗯，你知道这个道理是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到后面我才可以明白的，因为你懂吗？就是从小被忽略、冷落、被忘记，然后被那些很多不配得感，你会觉哦，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所以我真的觉得需要跟就是这样子嗯同样环境长大的孩子，或者嗯自我怀疑的小孩们嗯说，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值得啊，因为
真的不嗯，是因为你做的有多好，你多棒，你多听话，然后你多懂事，你多体谅别人，因为你是你啊。你是 Katie，你是 Kavi，然后就是我是 Kavi，然后我是我，你是你，就是因为你存在这样子的个体，所以我们都值得被爱，你也没值得被爱，错，大大家都值得家都值得被爱。被爱。对，听你讲这些，我觉得真心觉得很心疼小时候这样子很无助长大的你耶，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些，可能很多人都是，也在默默承受，然后也是默默经历这些。但尤其你刚才有讲到，就是你曾经以为你要很乖，然后才会有人爱。我觉得超多，人现在其实人生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哦，我工作一定要很努力呀、嗯，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主管看到我，喜欢我，对，然后感情里面我要小心翼翼，然后保护这段感情，我才不会被丢下，我才不会被抛弃。嗯，对，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就会比常人更高一对，点点，因为那种小时候的那个不确定感，嗯。他从来没有安定过啊，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某个角落里面，就是在那边哈哈哈，哒哒哒哒，就然后发出一些噪音这样子。一直萦绕在你身边，所以我觉得，对啊，所以现在的人才会觉得好像要很战战兢兢的过日子，对不对？而嗯且我说的这种不确定感不只影响我一辈子，我嗯还会加上变得比较敏感。其实我真的会察觉别人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但也没有到高敏感小孩啦，但就是嗯偏敏感。我会一句话一个讯息，我就会觉得你干嘛？你不开心哦？这种，所以我自嗯己就会小心翼翼说，哎，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刚刚回嗯那句是不是怎么了？就想嗯超多，然后加上你在生活当中，像我这种背景的小孩，你知道已经缺少了爸妈，你知道嗯阿公阿嬷，你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甚至小时候有被霸凌，所有嗯的一切事情，我只能自己承受。我觉嗯，得被霸凌的那段过去，下次我们也可以聊一整集，哦，好啊，也很痛苦。就是你被霸凌、被嘲笑，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然后这个世界怎么了？我甚至还有被嗯那种有点性骚扰，各种奇怪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我这么小的年纪，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只能自己扛，然后自己一个人嗯消化。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说，第一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但第二就是我不知道这些我对别人的需求会不会又让别人离开我，会觉得哦你很 too much 了吧？你怎么这样子？啊，你情绪很多嗯。欸，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就是你那个身边的那个大人不在，然后你那个对，内心里面的大人又不够成熟，那你要找嗯，阿公阿嬷，他们又觉得说，反正你又吃吃饱，饭吃饱对，了吃饱穿睡饱了，饭就好。洗澡洗香香的，你有去上学，你就是好对，好的活着就好啦，你不要去招惹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招惹你那种老式的那种概念，可能对，哎，我觉得你知道吗？我就是之前有看到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观察，就是完全跟你刚才那种好像有对在一起。他们说，其实单亲的小孩就是比较嗯容易责任感过早，就是他们嗯，很害怕让父母更辛苦。那对，隔代隔代教养的小孩，他们更常的有的那个心理的那个状态，就是哎，我的情绪到底能不能好好的被接住啊？就那种真的就是那种不确定感，就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听起来很不同，就两个单亲跟隔代教养好像出发点不一样，但是核心好像都一样，就是小孩长大嗯，的过程当中，他不确定说我到底能不能被爱，我到底有没有被需要？对，那个啊，真存在的的。价值，因为你讲的这两个我都有哎、第一个是很嗯怕成为负担，就像你讲的，怕嗯爸爸妈妈辛苦，我会成为嗯负担。第二就是你怕自己，就是我刚刚讲 too much，你是不是要嗯求很多？就是给你吃饱穿暖了，你都有地方住，你还想要怎样？你要感嗯恩，我又怕嗯，我自己被误会，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我根本就不敢让自己去需要别人。我是没有哦，办法的。所以这两种的成长背景都会让小孩有一种任务感，就是我只能变得更懂事，我要更乖，我要更坚强。就是你知道，把自己全部都收起来，因为只要我乖乖的，我安安静静的，我觉得就你知道，大人也不会离开我。好哦，心疼小时候的嗯。自己哦。我觉得这是共同点，就是孩子都变得很努力的去弥补那个大人不在的那个空白。对啊，你会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再乖一点？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什么，把自己都照顾好，让你们可以轻松一点？可是你知道吗？这根本不是一个小孩需要去承受的。对啊，真的是对，
蛮辛苦长大的你，我只能说，拍拍你还好，现在然后自我安慰一下，抱抱一下那个真的蝴蝶安慰法。辛苦了。对，我就说就是长大后最常遇到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很会照顾别人，然后却不太会照顾自己，然后你也可以很好的理解他人，但却不敢要求别人。有啊，当然有，绝对有啊，绝对不知道要怎么照顾自己。而且我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我甚至我一个人去巴黎留学了24岁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哎，我连发烧是什么感觉我都不知道。然后还有加上，因为长期以来，我不是跟你说我的需求都没有办法，我根本就无法表达我的需求。我甚嗯，至连那种很简单，这个东西我搬不动，可以帮我吗？我都不敢开口，我那边自己踢，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有对别人有需求，就是我在制造麻烦给别人，哦，嗯。对，那个好辛苦。底层信念真的是还好你有挖出来了，我只能这么说。对，但真的这不是你的错啦，因为我觉得当初我应该说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感觉起嗯，来他就是为了要生存嘛，这就是你的早熟，就是你的生存模式，就是你对对对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所以嗯，对，我知你 道了，survive 你 我懂，survive 了，对，我懂这种求生模式就是我的生存策略，但其实不是我与生俱来的个性，都是嗯后天才造就我变成这样子，就是环境使然。我刚刚说的，嗯。对，我觉得在现在社会，虽然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家庭都双薪，其实也有就是伪单亲嘛，所以有很多可能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遇到像你这样的应该是说有这样的心理状态，或是这样的背景，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我觉得可以简单说个3句就好了，不多不少3句刚刚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不是不值得，嗯，而是当时没有人教你怎么被爱。但是哦，我对，来，对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一个大人站在我身边抱抱我说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长大，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重新学习，如何重新被爱？对教导我们嗯自己的大脑就好嗯了。嗯那第二，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慢慢的把那个乖小孩的身份放下。嗯你是可以生气的，你的情绪嗯你是允许有情绪的，你嗯可以需要别人，你也可以被照顾，这些都不是任性，也不是，这是很正常、很正常，身为而人的一些需求。我们嗯人就是群居的动物，你懂吗？你没有办嗯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嗯，嗯，很棒，那第三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再用你的懂事去换取爱，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嗯我觉得你的爱是可以很自由的，你懂吗？我觉得一定嗯会有一个人爱，就是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原本的你嗯。就是最好的。真的，我觉得很温柔就是我相信这一段话，就是这3句话应该会疗愈不少人。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一瞬间会突然懂了，说哦，我真的不是不能被爱，就是我太早学会一个人在那边撑着这些状况，然后其实我也希望就是听到这里的观众或者有同感的那个朋友们，就是从今天开始，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值得被放在心上。对，没那错，今天分享的这个心境啊，自己的心境啊，如果和你一样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一定都有这种理解的感觉，然后被接住的感觉。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一集如果要深聊的话，我可以聊2个小时。那我们只是精简化，就是把我从小到大那些痛苦纠结，然后到现在浓缩成你。当然，你知道这是一个要花很多时间的过程，你会嗯先疑惑，甚至接受，再次疑惑，然后好像懂了一点什么，好像原谅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嗯们现在只是想要用简短的方式，然后跟观众分享。那如果你也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的小孩，我们想要让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然后你也没有坏掉，好吗？然后你虽的所有的然说你困惑都是正常的。对对对，是很正常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也许会有一点点敏感，但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变得更坚强。虽然说我小时候是很不喜欢别人叫我坚强，因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坚强？但是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到这个年纪，我觉得对我会变得更坚强。然后我也很感恩，就是你会有这种，就是会有一个更坚强的心态啦，去面对事情，这样。就是那个 mindset 会
被你创对，造出来，就是我没错，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那如果你也愿意，就是嗯，看到这里的朋友，你也愿意啊，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就是你小时候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聊嗯，一聊哦。对，我是那我是卡比，卡基，好，我是一起卡比，同时好，我是卡比，我是卡基，好，我是卡基，我是卡拜比，我们下次拜。聊，拜拜。哎，那封面我们要来一个 sad 的，好，我真的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有这首歌吗？我没有好，乱唱。对，有记忆。拜拜。